为什么宇宙故意把星系恒星摆在明面上当幌子呢？真正决定它运转的，却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存在。这个谜团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，今天我们就顺着科学家的探索足迹，一步步揭开这些让宇宙变得神秘又迷人的终极谜题。答案可能颠覆你的想象。如果把宇宙比作一座摩天大楼，我们能看到的星系就是楼里的家具和装饰，而真正撑起整座楼的钢筋骨架，是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暗物质。天文学家早就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：星系旋转的速度太快了。按照可见物质产生的引力计算，星系边缘的恒星早就该被甩出去，散成一盘散沙。但现实是，所有星系都稳稳当当保持着完整结构，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拽住了这些高速旋转的天体。这只无形的手就是暗物质，它占宇宙总质量的 25%， 不发光，不吸收光，也不反射光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它，只能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感知它的存在。比如它会把远处星系的光掰弯，形成类似放大镜的引力透镜效应，让我们间接看到它的分布。如果说暗物质是宇宙的粘合剂，那占宇宙 70% 的暗能量就是推动宇宙加速逃跑的引擎。1929年，埃德温·哈勃发现了一个震撼学界的事实：遥远的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，而且距离越远，退行速度越快。这意味着宇宙正在膨胀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种膨胀不是减速，而是在加速，就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不断拉伸空间本身，而且空间越大，这股力量就越强。这股力量就是暗能量，它不像物质那样有实体，更像是空间本身的固有属性，一边扩张空间，一边变得更强大，把星系们越推越远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暗物质到底是什么粒子构成的？暗能量又是怎样的物理机制？科学家提出了无数假说，从超对称粒子到空间本身的量子涨落，但至今没有一个理论能完全解释它们的本质。我们就像摸象的盲人，只摸到了它们的引力轮廓，却不知道它们真正的样子。而这两种隐形存在却主宰着宇宙的结构和命运。在物理学课本里有一个看似完美的规律，每一种粒子都有一个和它镜像相反的反粒子。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，质子的反粒子是反质子，它们质量相同，但电荷和自旋完全相反。更神奇的是，当物质和反物质相遇时会发生湮灭，两者瞬间消失，转化为纯粹的能量。按照这个规律，宇宙诞生时，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1:1的完美配比，它们会在诞生后立刻相互湮灭，最后宇宙里只剩下一片光，根本不会有恒星、行星，更不会有人类。但我们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这里，触摸着物质，呼吸着空气，这本身就是宇宙最大的矛盾证据。为什么物质会比反物质多一点点？这就是困扰物理学界的正反物质不对称问题。科学家推测，在宇宙诞生的最初瞬间，存在一种极其微弱的偏向性，每10亿对物质和反物质粒子湮灭后，会剩下一个单独的物质粒子。就是这10亿分之一的残留，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宇宙，包括你我身上的每一个原子。这个偏向性意味着什么？它说明宇宙的物理定律并不是对物质和反物质完全一视同仁的，背后一定藏着我们还没发现的不对称机制。为了找到答案，科学家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搭建了复杂的实验装置，试图捕获并研究反氢原子。他们想看看反物质在引力场中的表现，光谱特征和普通物质到底有没有区别。这些实验就像在找茬，一点点排查物理定律的漏洞。如果能发现反物质和物质的细微差异，或许就能解开为什么我们能存在的终极问题。但如果反物质和物质完全一致，那这个谜团只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宇宙的存在难道真的是一场意外？我们常说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是460亿光年，这不是因为宇宙只有这么大，而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。宇宙诞生至今约138亿年，那些距离我们超过460亿光年的星系，它们的光还没来得及传到地球，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测到它们。那么在这片不可见区域里到底藏着什么？第一种可能性，宇宙是无限延伸的，在遥远的我们永远够不到的地方，存在着无数个和我们的可观测宇宙相似的区域，那里可能有和银河系一模一样的星系，
有和太阳系几乎相同的恒星系统，甚至可能有一个和地球完全一样的行星，上面住着另一个你。这种无限重复的宇宙图景，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。第二种可能性，宇宙是闭合的，就像一个更高维度的球体。如果你沿着一个方向一直飞行，看似在直线前进，最终却会绕一圈回到起点。这样的宇宙是有限的，但没有边界，就像我们在地球表面行走，永远找不到尽头，但地球的表面积是固定的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宇宙还在以超光速膨胀，那些遥远的不可观测区域会被膨胀的空间越推越远，它们的光永远没有机会到达地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被永远困在了460亿光年的宇宙泡泡里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再离奇，我们都只能靠想象去猜测。更诡异的是，外面的宇宙物理定律可能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，或许那里的引力常数不一样，恒星不会发光，甚至不存在原子。我们所知的一切科学规律，可能只是我们这个泡泡的局部规则。黑洞，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，它的引力强到连光都无法逃脱，被称为宇宙中的终极牢笼。但黑洞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的引力，而是它中心的起点。按照广义相对论，当大量物质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点时，就会形成起点。在这里，密度无限大，引力无限强，时空的曲率也无限大。更诡异的是，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以内，时间和空间会互换角色，原来的时间流逝变成了空间移动，所有路径都指向起点，没有任何回头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有一艘飞船闯入事件世界，船员会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，都在朝着起点前进，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变得完全混乱。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，因为我们所知的所有物理定律，在起点面前都会彻底失效。更让人头疼的是黑洞信息悖论。根据量子力学，信息是不会消失的，比如一本书被烧掉，它的信息会以光子、灰烬的形式保留下来。但如果一个物体掉进黑洞，它携带的信息似乎会随着黑洞的蒸发而彻底消失，这就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产生了冲突。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，但在黑洞起点面前，它们却水火不容。这说明我们的物理理论还不够完善，需要一个更高级的统一理论来解释起点的本质。还有一个更疯狂的猜测，黑洞可能是连接不同宇宙的虫洞，穿过事件世界不一定是毁灭，而是进入另一个宇宙的通道。但这只是纯粹的理论猜想，没有任何实验证据支持。直到今天，黑洞起点依然是宇宙中最极端、最神秘的存在，它就像宇宙故意留下的漏洞，等着我们去填补。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，但这不是一场发生在空间里的爆炸，而是空间本身的膨胀。138亿年前，宇宙是一个无限小、无限热、无限密的起点，然后在一瞬间开始膨胀、冷却，逐渐形成了原子、恒星、星系，直到今天的样子。支持这个理论的证据有两个关键，一是哈勃发现的宇宙膨胀，二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这是宇宙诞生38万年后留下的余热，就像婴儿宇宙的快照，遍布整个宇宙，温度约为零下270.42摄氏度。通过观测这种辐射，科学家能看到宇宙诞生初期的样子，证实了大爆炸理论的合理性。但大爆炸理论也留下了一个终极谜题：宇宙诞生之前是什么？我们的物理定律都是基于时间和空间存在的前提建立的，而大爆炸是时间和空间的起点。在大爆炸之前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那么之前这个概念本身就可能不存在。还有一个更颠覆的猜想，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多重宇宙中的一个，在无限的宇宙海洋里，有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宇宙，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大爆炸，自己的物理定律，自己的演化历程。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平凡的一个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宇宙的起源就不是唯一的，而是无限的。但这些猜想目前都无法被验证，我们无法观测到其他宇宙，也无法回到大爆炸之前，只能通过数学推导和理论猜想，一点点接近真相。从暗物质到黑洞，从正反物质到宇宙起源，我们探索宇宙的过程，就像在解开一个层层嵌套的谜题。
每解开一个疑问，就会发现更多的未知。宇宙似乎在故意隐藏自己的秘密，而正是这种未知，推动着人类不断前进。我们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，是恒星死亡后留下的元素构成的生命。但就是这些尘埃，却在试图理解创造自己的宇宙。我们用望远镜观测138亿年前的光，用粒子对撞机模拟宇宙诞生初期的环境，用数学公式推导黑洞的本质。或许宇宙最神奇的地方，不是那些壮丽的星系、神秘的黑洞，而是它创造了能思考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的探索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，更是为了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宇宙的终极命运是什么？这些谜团可能在未来几十年、几百年内都无法解开，甚至可能永远没有答案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科学的魅力从来不是找到终极答案，而是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，感受宇宙的浩瀚与神奇。而你我都是这场探索的参与者。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，好奇那些遥远的谜团时，我们就是宇宙在追问自己。或许这就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。你最想解开哪个宇宙谜团？是黑洞的本质，还是多重宇宙的存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一起加入这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之旅。